你願意淨身恕出，困了我李家数万年的桎梏，便可解除。此山是由破灭境造化而出，乃4大上古禁术之一。方才那李渊身上有股让我头皮发麻的熟悉感。此人谋算虽多，细心却是真诚。李兄，仙逆150集，李元献上2大禁术拉攏亡灵，背後究竟藏着怎样的万年陰谋？李元的真實身份竟是万年残魂。亡靈在雷之仙界遭到李元與葛洪聯手圍殺，李元受奴印控制，只能催動梅花18境圍攻亡靈，卻被亡靈輕鬆破境，收服天鬼。李元自知不敵，假意求和，主動交出禁制玉简拉攏亡靈。他謊稱想破除李家萬年奴印，懇請亡靈用定身術相助，並以頂級禁術傳承作為報酬。待取得亡靈信任後，李元露出真實目的，強行獻祭擁有仙人血脈的葛洪，想用其鮮血配合3大至寶血祭石像，妄圖喚醒上古仙人殘魂。在血祭落幕，葛洪隕落的瞬間，山風吹散漫天血霧，亡靈冷眼旁觀全程，始終選擇袖手旁觀。因為從李元踏入雷之仙界，步步隱忍布局的那一刻，葛洪的結局就早已注定。這是糾纏李家與葛家數萬年的宿命恩怨，與亡靈毫無干係，所以他不會貿然出手干預。但亡靈心思縝密，洞察入微，即便置身事外，依舊保持着極致的警惕與觀察，沒有放過任何一處反常細節。這也為他後續識破萬年騙局埋下了關鍵伏筆。亡靈最先察覺到的疑點是葛洪臨死前詭異的眼神。普通人瀕死之際只會流露恐懼與不甘，可葛洪隕落的最後一刻沒有看向殺他的李元，反而死死回望山頂的上古石像。這份反常的舉動讓亡靈心中生出巨大疑惑，也讓他篤定這場血祭、這場詛咒、這座石像絕對隱藏着不為人知的隱秘真相。李元此前訴說的家族宿命未必全然屬實。就在亡靈暗自推演真相之時，李元主動放下戒備，向亡靈求助，徹底展現出自己的誠意。他坦誠自己修為不足，禁制有缺，無法徹底擊碎石像封印，所以特意請求亡靈出手相助，借用其能禁制陰虛大能的定身神通。因為李元親眼目睹了亡靈越級斬殺許風寒的全程，見識過那道剎那凝固萬物的絕世神通，深知這是破解石像封印最關鍵的底牌。為了打動亡靈，李元開出天價報酬，許諾事成之後將上古頂級禁制梅花18境與破滅境禁術相贈。從常理來看，這筆交易無比划算。梅花18境衍生自上古4大禁術之一的破滅境，不僅禁制威力絕倫，更能融會貫通，反哺各類神通法術，是無數修士夢寐以求的頂級傳承。所以亡靈表面不動聲色，假意氤氳，內心卻始終保持謹慎戒備，因為他清楚，從無天上掉餡餅的機緣，越是看似完美的交易，背後暗藏的算計就越是凶險。尤其是李元全程隱忍布局，城府極深，從相遇之初就層層偽裝，身上始終籠罩着一層化不開的迷霧，根本無法讓人全然信任。在短暫的沉吟試探中，亡靈又發現了一處核心破綻。他掃視石像之時，並未關注表面的禁制手印，卻敏銳察覺石像容貌與剛剛隕落的葛洪高度相似，因為葛洪是葛家後人，而石像仙人與葛家淵源極深。這一細微的重合相貌，瞬間串聯起了碎片化的線索，讓亡靈對整個事件的認知開始徹底顛覆。為了打消亡靈的疑慮，展現十足誠意，李元主動提前交出梅花18禁聖於傳承玉簡，以此換取亡靈出手相助。也正是這份看似坦誠的舉動，反而讓亡靈更加確定是有蹊蹺。因為一切太過順利，一切鋪墊太過完美，恰好印證了李元蓄謀已久、精心布局的野心。他想要的根本不是簡單的謝報恩，而是另有圖謀。確認亡靈陰允相助後，李元不再偽裝，徹底開啟了醞釀萬年的血祭儀式。他祭出葛家保管的李家3大至寶祖傳鐵劍、羅盤與畫軸，以自身精血、舌尖心血為引，喚醒鐵劍中無數李家先祖的殘魂怨氣。因為這柄鐵劍是李家先祖耗盡全族族人魂魄祭煉而成，承載着數萬年來李家世代被奴役的怨念，所以一經喚醒，便升騰起漫天詭異紅焰，焰中浮現無數虛幻人臉，哀嚎遍野，將山頂化作九幽鬼境。隨着儀式推進，李元接連粉碎羅盤、鐵劍2大至寶，以至寶潰散的力量滋養紅焰，增幅祭祭之力。最後祭出核心寶物上古畫軸，徹底引動石像深處的沉睡氣息。漫天紅焰死死包裹石像，無數怨氣與純白靈力順着石像裂縫瘋狂滲入，原本穩固的石像開始不斷龜裂，震顫不止。沉睡的仙魂氣息愈發濃郁。就在儀式抵達最關鍵的一刻，李元厲聲大喝，催促亡靈立刻施展定身術，想要借亡靈的神通徹底封印石像殘存仙魂，完成最終復活。可亡靈早已看透所有騙局，因為他看清了這場儀式的本質，所以非但沒有出手相助，反而急速後退，抽身遠離。這一刻，李元徹底撕下偽裝，暴露猙獰本心。他不再隱忍，瞬間爆發問鼎大圓滿的全部修為，身形瞬移追上亡靈，厲聲質問其為何反悔。亡靈不再周旋，直接點破核心真相。李元口中解救李家、斬斷奴印的誓言全是謊言。
他真正的目的是借助葛洪的仙人血脈、李家数代怨念、3大至寶之力，強行復活石像中的上古仙人。真相敗露的李元徹底撕破臉皮，出手鎮壓亡靈。他施展出完整版梅花18境，18尊虛幻仙神虛影環繞周身，演化無盡禁制之力，圍困亡靈。可亡靈早已洞悉一切，从容應對，同時道出了最殘酷的真相：葛洪是上古仙人的直系後人。李元不惜屠戮仙人血脈，斷絕先祖傳承來復活主人，早已違背道義本心。更關鍵的是，石像裂縫滲出的漫天紅芒，根本不是復甦徵兆，而是仙人殘魂悲痛抗拒的血淚。這便是千古罕見的石像氣血。因為上古仙人根本不願意犧牲後人，屠戮生靈的極端方式重生，所以才會以血淚示哀，全力抗拒。整場对峙的最高潮，便是亡靈一語道破終極秘密。眼前的李元根本不是完整的李元，因為李家世代被奴印寄生，每一代後人的體內都共存着自身本魂與仆從殘魂2種意念，雙魂糾纏，互相衝突。這也正是李元所有反常舉動的根源。他時而隱忍真誠，時而偏執狠戾，施展的梅花18境、破滅境黑線，時常出現隱秘崩潰，根本無法發揮完整威力。一切都是雙魂博弈、意念衝突的具象體現。數萬年來，李家2次破咒輪迴，皆是如此。第一次輪迴的李家先祖，這一世的李元，看似是李家後人掙脫宿命的抗爭，實則都是奴印僕從殘魂的輪迴載體。因為僕從殘魂執念太深，數萬年來從未放棄復活主人的執念，所以一次次寄生李家後人，借李家之手、葛家之血，完成復活仙人的夙願。前一次輪迴失敗，是因為仙人殘魂寧死不從，抗拒陷阱。這一次輪迴，僕從殘魂賭上全部，還特意盯上了亡靈。很多人疑惑，李元為何不惜一切代價，非要拉攏亡靈入局？答案依舊藏在因果之中。因為亡靈手中的因果之鞭，是世間唯一能抽離因果、逆轉執念、打散神魂抗拒的逆天至寶。因為前一次輪迴失敗的核心是仙人殘魂的主觀抗拒，所以這一世的僕從殘魂精準算計，7成把握靠3大至寶與血脈獻祭，9成把握全靠亡靈的因果之鞭。他想要借這柄至寶，強行抽走仙人殘魂的抗拒之心，徹底抹去其不願甦醒的執念，強行完成復活大業。亡靈看透了這份萬年偏執，不再留手，祭出因果之鞭，直擊李元神魂。因果之鞭不攻肉身，不破神通，專抽神魂執念與萬古因果。兩鞭落下，瞬間打破了僕從殘魂的執念壁壘，喚醒了李元自身的本我意識。因為李元肉身本就歸屬李家正統，本能排斥外來的僕從殘魂，所以在因果之力的沖刷下，他瞬間陷入劇烈掙扎，偏執的忠誠信念開始崩塌。抓住這轉瞬即逝的破綻，亡靈厲聲喝問，逼迫李元回頭凝望石像。此刻石像裂痕遍布，紅芒滔天，2道血淚清晰浮現，萬年不變的石像氣血終於徹底擊潰了僕從殘魂的執念。李元正望着石像，徹底陷入迷茫，喃喃自問，自己堅守數萬年的忠誠，犧牲無數族人與生靈的執念，到底是對是錯？這是最悲情的一段宿命獨白。僕從殘魂堅守數萬載，歷經2次輪迴，耗盡李家世代氣運，一心只為復活主人，續寫主僕榮光。可他窮盡一切的忠誠，卻是主人最不願看到的結局。因為仙人心懷蒼生，憐惜後人，不願以血親斷絕、生靈塗炭的代價重生，所以數萬年來一次次抗拒，一次次落淚。僕從的愚忠終究成了跨越萬古的悲劇，感動自己卻辜負了主人。就在李元信念崩塌、心神失守之際，石像的所有紅光盡數被上古化軸吸收，化軸燃盡，青煙升騰，模糊的人形虛影踏見升空，正是那尊沉睡萬古的上古仙人。他沒有暴怒，沒有追責，只是溫柔抬手，輕輕召喚下方的李元。這一刻，李元眉心的萬年奴印徹底離體，化作一縷殘魂，追隨仙人青煙，消散於天地之間。數萬載的執念，2代人的輪迴，無數生靈的犧牲，最終化作一場虛無縹緲的青煙大夢。隨着奴印殘魂徹底消散，石像轟然崩碎，真正的李元終於徹底甦醒，重獲本心。擺脫萬年枷鎖的他，徹底擺脫了殘魂的操控，心智清明，心性純粹，滿心只剩對亡靈的無盡感激。因為亡靈不僅救了他的性命，更解救了被困數萬年的整個李家，終結了2族的宿命恩怨，讓李家後人從此掙脫奴役，重獲自由。也正因這份再造大恩，甦醒後的李元毫無保留，真心相交。他不再有半分算計與偽裝，主動陪伴亡靈闖蕩雷之仙界遺跡，憑借自身頂尖的禁制造詣，為亡靈指點無數仙境奧秘。因為徹底擺脫了執念與枷鎖，李元終於可以遵從本心，結交同道。他深知亡靈的心智、實力、格局皆是世間頂尖，與自己心性契合，能力互補，所以甘願傾盡畢生所學，將梅花18境、破滅境完整傳承盡數相贈，甚至許諾待亡靈回歸李家祖祠，傳授唯有家主可繼承的破滅境心境本源。在之後的半個月結伴同行中，2人徹底磨合，彼此信任，從昔日的生死死敵蛻變為可以托付後輩的至交摯友。
他們一同探索破碎大陸，破解上古仙境。李元精通禁制推演，王林擅長實戰破局，洞察本源，二人互補互助，默契十足。哪怕歷经无數前人搜刮的遺跡，二人依舊憑借極致的配合，發現隱藏的機緣與破綻。劇情的最後，二人發現一處暗藏殺機的上古仙殿遺跡，識破了以骸骨、古神皮甲為誘餌的甚幻殺境。即將探索秘境核心之際，恐怖殺機驟然降臨，大能血族的蠻橫神石橫掃整片碎片大陸，威壓滔天，禁錮天地，整片空間瞬間被血色濃霧封鎖，陰魂呼嘯，天地凝固。因為血族與亡靈有着跨星域的滔天恨意，鎖定目標後瞬間襲來，生死危機驟然降臨。亡靈當機立斷，拽着身受神石重創的李元，拼死衝入不穩的傳送陣，開啟了二人並肩抗敵、生死與共的全新篇章。縱觀整場劇情，沒有突兀的反轉，只有宿命的閉環。李元前期的狠辣算計、假意臣服、拼死布局，都是奴役殘魂的萬年執念所致。後期的真誠報恩、傾囊相授、生死相伴，才是他真正的本心。因為一場跨越萬古的於中執念，李家氏、戴沉淪兩族恩怨糾纏，無數生靈隕落。也因為亡靈的通透洞察與因果神通，終結了萬年悲劇，成就了一段強者相交的仙途佳話。這也是雷之仙界篇章最核心的主旨。世間最無解的，從不是生死死局，而是一廂情願的執念。執念成魔，困人萬古，本心歸位，方得新生。